嗨，大家好，我是柯正。第一轮讲了个最近去看病的事情，然后第二轮讲了一个最近遇到的骗子，这一轮讲一讲看病遇到的骗子。我们有好几个病友群嘛，经常就会混进来一些骗子啊，我很难受，你们很难理解我这种心情，因为我是群主。建这个群是让大家汇集力量嘛，互相帮助一下。结果骗子进来一锅就把我们全端了，我等于给骗子打了个窝，你懂吗？哎，他们就怎么说呢？就冒充患儿的家长，暗戳戳的在那打广告，啊，就听他这么一讲，你感觉我们这个病啊，上海五官科治不了，北京协和同仁都治不了，但是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崂山路与海河路路口向北500米那个王振华医生应该有90%的把握。我老听人说寻找王医生呢，这么偏是不太好找。哎，你看那个医生一看就靠谱，他头像啊是自己举了个锦旗，写的在世华佗。华佗那会儿都没这个病，华佗那会儿这个病就叫瞎了。华佗肯定治不了啊，治不好的病，华佗肯定不会碰的，因为华佗上一世就是碰了治不好的那种头疼，就会把曹操咔一刀就完了，才去转世的，转到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哎，那个骗子医生那个文案写得很夸张，王老先生6代祖传世代医学世家，就很玄学，整得跟那个大师一样。哎，他那个疗法也都是自创的一套理论，属神经穴位注射，纳米针灸离子导入，哇，这个很听着就厉害，就那种传统古法手搓高科技。这么一听好像也不太像他自创的，像是华佗跟爱因斯坦联名了一下，是吧？华佗开的方什么 E 等于 MC 方。看不见看得见，那都是相对的。狭义上你看不见，广义上你被更多人看见了。我听着我就治愈了。确实是大师这么厉害的疗法，基本上治的都是那种3甲医院不敢治的病。大师主打一个胆大，大师应该派他去拜见越王勾践。而且一般怎么说呢？靠谱的治疗啊，你评估疗效首先要排除什么安慰剂效应。大师治疗主要就是给你扎针，然后充分运用安慰剂效应。它有很多种方法让你感觉视力似乎是提升了那么一点点，说给你扎1个月的针，那个视力表能多看1行，多看1行。你1个月不玩手机，能多看2行，几按睛明穴都能多看1行。再说了，扎针肯定有效果，你往脸上扎多疼啊！扎3针，孩子就开始背那个视力表。家长带着来这儿看，真是没招了，扎1个星期，孩子全招了。孩子说：“妈妈，其实我能看见，妈妈。”假头衔、假技术、假疗效，3甲医院。鉴别这种3甲医院其实不难，你就看他有没有在那营销推广做包装。正经的医院，厉害的医生哪有空啊？这忙的脚都沾不了地，对吧？现在很悲哀，被这些骗子逼的，那些医生百忙之中也得出来做这种医学科普，都刷到过吗？对吧？就被他们逼的，因为那个舆论地方你不占领，那个信息就被骗子填充了啊！逼着医生出来跟大师抢人。Doctor 硬刚 Master。你要但凡懂一丢丢英语，你就知道 Doctor 比 Master 厉害，对吧？你看完了 Doctor， 回头还再去看 Master， 你就是吃饱了撑的。搞得 Doctor 发完 paper， 回头还得当个 TikToker。那医生啊，就无精打采、一副要死的那种，强行还在那科普说那个，大家好，我是同仁医院眼科主任，今天分享一下青少年黄斑变性这个病。这个病呢，现在还没得治，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
骗子闻着味道就来了，下面留言说我家孩子治好了，在那个陕西宝鸡岐山县那个王。医生在上面苦口婆心，骗子在下面日进斗金。我跟好多这种家长聊过，因为后来加强了审核，进来之后呢，有人申请进群，我先审他一会儿。聊了一下，发现大多数去看这种医生的那种家长，去之前心里其实有数，知道大概没什么用，但他就觉得孩子这样了，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你可以呀，什么都不做总好过你乱来呀。老想着要做点什么操作一下，家长心态跟那个散户一模一样。这钱放在账上，他难受，老想要操作一下，操作一下。你多操作几下，钱就不是你的啦。孩子还没瞎呢，家长先选择性失明了。我理解这种焦虑啊，你花点钱，问心无愧，对吧？但是能不能找点那种性价比高一点的骗子？啊，我妈就带我也去看过一个大师，但流派不一样，他是那个更古法一些，那个做了一场法事。啊，就是你尽量不要被骗太多钱，因为万一啊哪天真的突然他就能治了，你家钱没了怎么办？对吧？花了最后一天钱把孩子给治好了，孩子一睁眼，家徒四壁。白茫茫一片，孩子说：“妈妈，妈妈，真给我治好了吗？妈妈，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呢？妈妈，我不是白内障吧？妈妈。”好，讲到这，谢谢大家。谢谢黑灯，喜欢黑灯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双老师很喜欢，我看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段子，我觉得那个段子好玩，演的也特别好，然后他这个戏剧关系也很好，这个甄大夫和这个假的这个骗子，他们这个矛盾，让我觉得有时候段子可能会停留在对这些家长或者是家人的一个讽刺里面，但是我觉得黑灯这个很棒的一点是后来讲了一个很好的心理基础，就是你总想做点什么，你总想去试一试。万一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段子的一个标准，他老是能够去体谅到很多人，同情到很多人。我刚才是拍完之后，其实还想拍，越到后来越好，这个段子很精彩，厉害。但是本来这篇主要是想骂那些家长来着。因为真的很生气，你知道吧？就我拦都拦不住，就怎么说都不行，是吧？你想啊，一家人对吧？有一个人说要去看的话，其他人不会说别去了，因为这样的话，这个道德就背到他身上来了，对吧？然后所以一家人其实心里都有数，然后就去看着孩子扎针，1个月好几万，就在那儿，然后也啥效果没有。所以我后来就当了这个坏人的角色。我就骂他，晾他3天，他就想通了，然后再把他拉进去。我觉得这个点特别好，但这个又太长了，写不下了。但能感觉到你已经触及到这个东西了，就是人可能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会相信奇迹。我觉得这个原理是特别好的。这个我非常能理解。你也有病啊？啊不，差不多，有另外一种病，不是这种。但因为我小时候是我奶奶带大的，她就是一个盲人。然后他是一点，到了他4、5岁，可能5、60岁，慢慢。然后呢，我爸呢就一直跟他说，哎，可以治好的。然后经常带他去做这个什么治疗。然后慢慢他自己也说，哎，有些亲戚朋友过来说，哎，我慢慢可以看到影子了，看着。但其实后面我才知道，其实他是安慰你。对。然后每天就这样一个过程，哎，很忧伤啊 ，sorry 啊，对。这黑灯还是厉害，老天爷说是关上一扇门，上来表演一场就给他打开一扇，技术也好，是他的总结，他的罗列都很好。大夫什么苦口婆心，什么骗子日进斗金，还有刚才那个孩子要招了的那个，我说太逗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去宝鸡那个，我去帮别人买过药，我去了以后我就知道那是一个不是太靠谱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只能给他带回来了。所以说你刚才讲那时候，我突然当时脑子画面都出来了，买了个希望给他。其实就是
我觉得黑灯今年跟我们讲的好多的这东西都是因为喜剧，咱们说实话，很多时候很难绝对的正确，理儿不歪笑不来嘛。但是黑灯今年站到这个视角，就会觉得，哎呀，我都不是这比赛，我就希望他多讲一些，因为他说的这个事儿就是需要听到，很有社会责任感。是，庞博说的真好，点名上我了，这是。黑灯今年特别像个反诈天使，在说各种骗子的问题，但是真的就是，很需要你把这些严肃的话题用这种很幽默的方式给解构出来。我觉得你很厉害的是，就是你这个黑灯照亮了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谢谢你，谢谢黑灯，谢谢。爱情。